成人仪式当天的傍晚，山林间的竹房内，小医仙正同萧炎说着话，聊着聊着，萧炎目光一转，问起了薰儿的去处。小医仙表示，薰儿在为萧炎疗完伤以后就去古族了，很有可能是为了2天后开启天幕的事情。话到此处，萧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与古族关系算不得多好，定然会有人想要出手阻拦他进入其中。薰儿，事实上真相同萧炎猜测的差不多，古族议事厅内正在商讨天幕开启的事。只见通玄长老目光环视全场，淡淡的道：进入天幕的名额一共只有16个，远古8族每一族拥有2个名额，但此次灵族并未来人，如此便是空了2个。按照规矩，我古族可以使用这2个名额，也就是说这次古族可以有4个名额。可此次我古族安排要进入天幕的应该有6个，也就是说还差2个名额。另一边的一位长老轻声道。古谦听到这话，目光与几位长老对视了一眼，随后毫不客气的就开口道：萧族的名额不是一直都由我古族使用的吗？加上去刚好合适。这意思是想当萧炎不存在呀？一位多少有点良心的长老开口表示这样不合适。那一头白发的古山长老却是臭不要脸的道：萧族衰败至此，其实早已不是远古种族之列，排除的话倒也无可厚非。我想那萧炎应该是能够想明白的。通玄长老听到这话，直接皱起了眉头。大概一方面是为了这些人的无耻，另一方面是为了那难缠的小祖宗。只听砰的一声响起，议事厅那本来紧闭的大门直接被震开了，门口的护卫正想凶，就在七彩光芒的照耀之下五体投地了。光芒爆射进入大殿，将所有的长老都笼罩在其中时，一道清冷的声音也是随之在整个大殿之中响起：来了来了，护肤名场面，他向我们大步走来了。古山长老，古族自萧族离开中州之后，便是一直将他们的名额占据到现在。如今萧族终于有人来到这里，但你却连一个名额都是不肯归还，未免做得太过分了点吧。此时需要放出某冬梅，你臭不要脸！血脉压制虽没让在场的长老们就地下跪，但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从那不少身体微抖的长老身上就能看出，通玄长老着实有些无奈啊，内心直呼带不动啊，带不动。叹了一口气，又瞥了瞥面色不太好的古山长老等人，才开口道：薰儿，先将族文收起来吧。薰儿的本意也只是想要震慑，有人递梯子就顺势收回了威压。有了气力的古山又开始蹦跶了，虎着脸就明里暗里的讽刺薰儿女生外向，这还没出嫁呢，胳膊肘就往外拐了。作为古族之人，做事应该多为古族着想。这要是让他知道薰儿将地印诀都交给了萧炎，对方还学得很不错，不得气得吐血。薰儿听到古山这么阴阳他，也不客气了，小嘴巴巴的就是一顿嘲讽，就差把忘恩负义、白眼狼、没良心放在面上骂了。古山此战足。古谦见古山败下阵来，马上以薰儿擅闯长老议事厅，坏了规矩来指责薰儿，试图让薰儿理亏闭嘴。薰儿直接就怼道：古谦长老怕不是老糊涂了，竟是将七彩族文的权利都给忘记了。瞬间想起那条规矩的古谦，我闭麦还不行吗？注：该规矩是只要是拥有七彩族文的族人，地位远超绝大部分的长老。薰儿，哼，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最终还是通玄长老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但有萧炎的战争，并最终拍板将1个天幕的名额交还给萧炎。事已至此，古山那些老头也不好再说什么。达到目的的薰儿礼节性的冲着在座的长老微微弯身后就直接离开了。不曾想那古山贼心不死的冲着通玄道：那天幕之中可还有着萧玄的幕府，我们的人直到现在都是未曾进入过那里。古山，我可真是一个一心一意为古族的好长老呀。通玄长老微微皱眉，还未开口说些什么，一道苍老的声音就突然在大殿之中响起：萧玄的幕府，你们便不要打什么心思了。以他当年那通天的手段所遗留的幕府，若是不想其他人进入的话，就算是族长出手都不会具备超过50%的成功率，所以不要白费心思了。听到这话的古山老实了，没有再开口说什么。
通玄也是轻舒了一口气。打发走了这些个长老以后，通玄就冲着空荡荡的大殿道：族长他们对于萧炎怎么看？话音一落，就见一身着灰袍的苍老身影缓缓浮现，淡淡的道：可成大器。另一边恢复的差不多的萧炎正在一处葱郁的清风之上，边走边吸收着天地间的精纯能量，直到他看见了一返璞归真的背影，知道对方是自己得罪不起的。萧炎十分识趣的道了歉，就想离开，不曾想那人就是冲着他来的。眼前一花间，萧炎就已经背上了山。好一个乾坤大挪移！突然就站在山顶的萧炎很是感慨，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慌乱，因为萧炎很清楚，这个他有史以来见过实力最恐怖的人对他没有恶意。刚收敛好心思的萧炎，就听对方开口道：呵呵，倒是没想到在曾经的斗帝血脉废弃之后，萧族居然还能出现如此优秀的年轻人，这让我不得不相信萧玄当年的那些举动似乎还有着一些道理。听到这话的萧炎很快就明白对方是一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毕竟是与自己祖先有所交集的人。不知前辈名讳？萧炎躬声道。那人影缓缓转身，萧炎就见一身朴素麻衣，脸庞上挂着些许笑容的中年男，约莫40左右的样子。萧炎其实还是有点怀疑对方只是保养的好的，直到那中年男说了一句让萧炎惊掉下巴的话：我是薰儿的父亲。薰儿的父亲，请。萧炎此刻满脑子都回荡着这句话，这是自己的岳父大人，古族的族长，斗气大陆顶尖的存在，就在他的面前。古元看着萧炎那目瞪口呆有些慌乱的模样，有些好笑，之后似是想拉近二人距离一般的说道：萧炎小时其实是见过自己的，再之后才开口表明自己其实是为了萧炎和薰儿之间的事而来。萧炎以为古元是不愿薰儿同他在一起，特来劝退的，不曾想古元是个开明的父亲，表示只要薰儿愿意，自己这个做父亲的也不好勉强他。而且以他如今的神品血脉，即便自己这个古族族长，也无法强行命令他做什么。古元，要不是看你小子天赋异禀，哼哼。听到这番表态的萧炎自然是十分欣喜的，毕竟自己早已做好了被所有人刁难的准备。多谢古元族长。萧炎抱拳惊喜道。古元看这小子高兴的模样，心里不知道怎么又有点不舒服，忍不住的想泼他冷水，便开口道：你也别急着高兴，虽然我不阻拦你们，但古族一些长老以及更老的存在却是对此还是有着一些芥蒂的。毕竟薰儿是我古族将近1000年未曾出现的神品血脉，他们自然不乐意这种血脉因为其他的东西而变得不完美，所以你也会面临一些阻拦。这些事从我古族族长的身份来说，无法给予你太大的帮助，毕竟族长必然是要以族为先。古元要不是自家女儿态度坚定，想要娶她，下辈子吧，不阻拦已经是我能做的极限了。听到这话的萧炎兴奋劲儿下去了一点，沉默着点了点头。古元一看这情况，又怕自己打击得太过，到时候女儿怪自己又怎么办，便又开口夸了夸萧炎的天赋异禀。想了想，又没忍住吐槽：如果早知道这结局，自己当年定不会将女儿送往萧家，这投机不成18米的买卖可是亏大了。这话说的萧炎哪里敢搭哟，只能是讪笑。古元看了看萧炎，沉默了一会儿后，终于是开口道：你们之间的事我不会插手，只不过我希望日后你与薰儿在一起，当他未曾达到斗圣之前，让他保持完璧之身。说完，古元掩饰性的轻咳了2声后，又开口解释道：年轻人嘛，难免会有冲动的时候，你二人又是不经常在一起，主要是薰儿体内的血脉还不稳定，若是胡乱行男女之事的话，会有损薰儿体内的血脉。这种事若是发生，恐怕族中那些老家伙就……这话说的萧炎很是尴尬呀，难道他看起来像是很急色的人不成？难道不是？老丈人的叮嘱，萧炎自然是要听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不愿伤到薰儿啦。只是这岳父大人特意现身找来，就是为了给自己说这个？那当然不是的啦。古元此次寻来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驼蛇谷地狱。
古元同萧炎说了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了古玉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变成8份的，古族与萧族是怎么一同对抗魂族的，魂族如果得到全部的古玉碎片又会是怎样的危险，最终引出中心思想，那就是古族中的那些老家伙想让萧炎将手中的古玉交出来给古族保管。古元很清楚萧炎是不可能交出来的，萧炎也的确不会交出来，毕竟古玉之上有自家父亲的灵魂印记，他还需要凭借这个来确定父亲的生死，而且说不定日后还能用古玉换回父亲。得到萧炎答案的古元没有做任何纠缠，点了点头后才开口明里暗里的警示萧炎。这主意是古族的那些老家伙提的，而且他们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想法。明白老丈人意思的萧炎点了点头，随后刚想说点什么，就见一道倩影正飞掠而来，正是薰儿。唉，果真是女大不中留，看着妮子火急火燎的模样，恐怕又是担心我对你怎么样吧。古元见自家宝贝闺女儿这般急速赶来的模样，不由得有些吃味的吐槽道，随后又转头叮嘱萧炎，今天的谈话便到此为止吧，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千万不要逾规，另外也好好的保护古玉。随着古元最后一个字音落下，其身形也消失了。下一瞬，薰儿那盛满了担忧的美眸就闯进了萧炎的视线，之后几个闪掠间就到了萧炎的面前。萧炎哥哥，没事吧？刚才……望着薰儿那紧张的神色，萧炎笑着摇了摇头道：刚才那人正是你的父亲古元族长。我就知道。薰儿柳眉微蹙。萧炎见薰儿有小情绪的模样，连忙为其岳父大人辩解道：古元族长倒是并未说什么阻拦我二人的话，只是与我谈了一些跟萧族有关的事而已。真的？就没说我们之间的事儿？薰儿有些诧异，突然想到什么的萧炎摸了摸鼻子，随后凑近薰儿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只见薰儿那惊讶的脸颊瞬间变得绯红，美眸轻刮了萧炎一眼后，薰儿拉起了萧炎的手掌道：先回去吧，萧炎哥哥，天幕的名额已定，只需再等2日时间，我们便可进入其中。确定心中所想的萧炎很是感慨，手掌轻轻揉着掌心那温软如玉的小手，萧炎柔声道：谢谢你了。薰儿没有答话，微微一笑后，纤腰轻扭，就将自己埋进了萧炎的怀里，美眸微闭间贪婪地呼吸着那种令得他心安的温暖气息。美人在怀的萧炎自然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啦，手臂环住那纤腰的同时，手掌也轻搭在那极具曲线感的腰臀衔接处。萧炎将脸埋在薰儿柔软发丝的同一时间，不远处古元的身影缓缓浮现，忍不住的轻叹了一声，实则内心手放哪儿呢？真想锤爆那臭小子的头，真是看不下去了，哼！然后身形一动，便是再度消散。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